那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所谓是武装到了牙齿，比如说这台 Model Y， 它的摄像头有8个，它的算力达到了144 TOPS， 这已经是4辆车中最差的水平了。那小鹏 G9、阿维塔11还有极狐阿尔法 S， 它们的传感器都达到了30个以上。特别是小鹏有2个激光雷达，其余2个车是3个激光雷达。那算力是小鹏是508 TOPS， 其余2车是400 TOPS。这样武装到牙齿的表现，你说它的自动驾驶辅助还是鸡肋的话，我是不相信的。那话不多说吧，我们就通过实际的测试来。测试中，
2次都能够轻松的刹停。不過那個制動力實在是非常大，然後車內的人員好像是被猛踹了一腳一樣。唔係，佢自己剎嘅，佢自己剎。那消失的前车同样，阿维塔11是能够轻松的通过这个项目的。那第2辆车是特斯拉 Model Y 啊，现在的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，然后假人出来了，有提醒，有制动，可惜，但是那个制动力是不足以让汽车刹停的。现在来看一下第2次的实验结果啊。刹不住，所以说还是吃了硬件少的亏啊。那好在是在消失的前车的测试过程中，2次都是能够通过的。小鹏 G9 在鬼探头还有消失的前车2次测试中都能够稳稳的把车给停住。那相对来说，我认为极狐阿尔法 S 的表现是最好的，因为它在鬼探头的项目中，它能够有效的进行制动，而且停车的姿态是非常稳的，车内的人员不会有那种猛踹一脚的感觉啊，整体的体验度是非常好的。40系統剎停。那消失的前車也能夠完美的通過，而且也能夠完美的剎停，剎停的姿態也是非常的好的。那场地的测试就全部进行完毕了。那这里我想提出2个观点啊。第一个观点是，这些辅助功能还是非常有用的。那第2个观点是，硬件的数量肯定是越多越好的。
论证第一个观点很简单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进行的轨探头还有消失的前车测试，这4辆车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。那如果是没有这些功能的话，那危险是不是就发生了？那第二个观点很简单，就是看一下 Model Y 啊，它的表现是没有令人那么满意的，特别是在轨探头的时候，它的硬件数量是少的嘛，然后它就不能够主动的进行刹车，它是刹不住的。其他3辆车是完全可以通过的。那好了，泊车还有场地的测试已经全部进行完毕了。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